哎，我远在加拿大的小姑子好可怜，她在加拿大等着做缩胸手术3年了，还没排上呢。原因是还是不够大，有比她更大的还没做呢。我这小姑子就上次在我女儿的儿童泳池里不慎溺水那个，她是个 E 杯，照理说不该溺水，因为这 E 杯完全能顶救生圈。不夸张的说，她的胸和我脑袋差不多大。她家就是有这个璀璨的传统。我大胖媳妇呢也是很婀娜的，4尺8的水蛇腰上正经也顶着个 C 杯呢。但是呢，这个部位的脂肪确实给我小姑子造成了很大的负担。我还不理解，我说多好啊，你是童颜巨胸，我是巨颜童胸，70年生人的脸顶着个00后的胸。但是他很真诚的说，他说他这个胸啊就太沉了，对他的胸椎脊椎都造成了挤压，就非常痛苦，他必须得去做这个缩胸手术。结果等到今年又没排上，人医生说你前边还有若干个 G 杯女士在等待手术，他们的情况更迫在眉睫。你说你一个 E 杯，你的痛苦跟人家 GHIJ 杯比，是不是杯水车薪？我小姑一听也没话了，只能回家等着去。你说谁遇着大 G 不得让人走？回来跟我一顿抱怨，最后由衷的跟我说，我真羡慕你们这些没胸的，没胸就不会下垂，没胸就不会下垂。我说你荒诞至极，我虽然没胸是不假，但是我依然下垂。作为一个 UP 主，我身上很多的部位都很大，谁说胸小就不下垂了？当妈的可能能懂，就我以前就心胸是挺空虚的一个人，怀孕的时候呢就胀得非常充实，也有过就 C 杯的巅峰，然后呢生完孩子喂奶的时候就是吃显大吃完小，吃显大吃完小，那一天到晚命运几次的轮回。所以你就看过那个新气球吹了瘪吹了瘪吹了瘪吹瘪几次以后，就跟我的胸一样，就是有点像什么呢，就像泡了汤的馄饨皮儿，泡了汤的馄饨皮儿。所以作为30岁的女人，我选内衣的时候，核心不只是耳力，还有知天命。我需要把我的馄饨皮儿聚拢去，但是又不能把那馄饨馅挤稀碎，太累不行。我天天和这个200多斤没大心的大胖媳妇过下去，就已经是被伦理道德束缚的结果了。我不能再被别的东西束缚了。我真心向你们推荐内外这个内衣，兼顾塑形和舒适的内衣。我一直用内外，这回买了俩颜色。他家新出的这款微笑软支撑内衣，这内衣外面覆盖了3D 一体成型的弧形硅胶，还内置了硅胶条，内外2股力可以一起支撑。而且它这硅胶条是顺着我们身体的线条设置的，扒的就特别稳，不会一动就乱跑。而且还是水滴型的杯垫，很贴合，不会空杯。它真的是我穿过的能让胸型看着最好看，体感又最舒服的内衣。分大小杯穿的，丰盈款和3、4杯款。3、4杯款这个特别轻薄透气，太舒服了。你们穿过就知道了，内外是真好穿。可惜了这一款没有我小姑子那个码，但是我可以找2件内外的大胸款的给她送过去。你谁知道她前面还有多少个大 G 呀，对不？所以在排队等待手术期间，有内外这种好内衣，让她胸前的日子横竖好过一点。哎，我老公跟他儿子拿铁共枕的第1个夜晚，把拿铁给睡丢了。昨天我跟翟耀达睡一屋，拿铁跟我老公睡一屋。我原以为这么安排让他们爷俩能增进一下感情，结果早上起来我一推门，哎呀妈呀，他爸那大呼噜打的就跟那野狼哭白活似的，嘹亮中透着凄惨。拿铁一人在地上独酌。我说你们爷俩睡得分崩离析的，那拿铁咋还让你睡地上去了呢？你睡觉时候推拿呢？我就使劲推他，咋推也推不醒。但是每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用这招。哎，你说要说他鼻子好使吧，他那呼噜打的跟那个驴要做肠镜似的。你说他鼻子不好使吧，闻着硬菜跟炸尸似的，渺小。西兰花还不好使，我尝试过，必须得是有荤腥的。我就赶紧问他，我说拿铁呢？迷糊的。那跟你在中国的吗？我说那么你呢？你在也门呢啊？他才清醒过来，往周围一看，哎妈，孩子呢？我说你赶紧找啊，他也不着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他能跑哪去？肯定在这屋。现在出门多难呢。还说我你就操心操太多了，人家孩子可能就想在地上睡，接地气是很重要的，就从瓷砖上面往里接。我说那他没有被睡觉多冷啊！我老公说他冷了，他才知道以后睡觉要在被底下睡，别逃窜。你看他自己在那儿啥事没有，那就是不冷。然后我就想起来，我女儿小时候，我一天晚上起了3回给她盖被。我婆婆完全不理解，问我：“亲爱的，你怎么这么辛苦？我的小甜心，我生了3个孩子，我从来没有半夜起来过1次给他们盖被。我也是要睡觉的，我也是要生活的。他们动动了就动了，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我说温迪，你们家的3个孩子也很难说是好好的。你没看着你儿子在铁岭蹦蹦床上，那别人一看那雪人就是被冻着过。但是也有好处，挺金活，你给他热度他也不化，这玩意儿。咱们呢也不知道我婆婆和我老公这种野代方式到底有没有道理，也许有。但是我一想到孩子晚上睡觉踢被乱动挨冻，我受不了。所以我和大胖媳妇选的是这款曼西的小红星睡袋。曼西一直做各种母婴产品，所以非常了解妈妈们的痛点。我不知道你们家小宝宝有没有这个问题，就晚上睡觉特别容易出汗。这个问题在天凉的时候最闹心，盖多了怕捂着，盖少了还容易着凉。这款睡袋呢特别有智慧，因为它的汗液只会单向的排出，不会堆积和反渗。你不信的话，我给你看啊。你看里面一碰到这个汗液就出现独角兽的印花图案，通过面料内层将这个汗液排出去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既全身保暖，同时又透气。孩子热了呢，把热量储存起来；孩子冷了再释放，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。而且拿铁睡觉的时候，我会用这个小袖口把这小拳头给包住，让冷空气不在我钻空子的肌肤。以后我大胖媳妇再跟我展示她的冰雪才艺，我也得给她套上一个这么多才多艺的一个雪人。你说我捧在手里怕掉了，放在厕所怕化了。哎呦我的妈！
哎，我最近对东北优秀的中老年女性进行了深刻的洞察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的妈妈有没有以下症状？首先，第一点，你们的妈妈拿不拿宾馆牙刷？在这个领域，我妈在大中华地区肯定是拿过锦旗。酒店用品一把抓，横扫宾馆小牙刷。年过60伸手节，掏空一次性拖鞋。我前段时间不住酒店吗？我妈来看我。完有一天我给前台打电话，我跟酒店说我要2副牙刷。酒店前台说对不起，张女士，我们酒店客房的上限就是每个房间2个人，一天提供4套牙具。而你们房间的黄女士今天已经拿走9套牙刷、8套拖鞋了，我们实在是不方便再提供了呢。我当时真是特别尴尬，我赶紧跟人解释，我说呀，黄女士这2年确实是说60嘴顺嘛，就是一出门就长牙，现在70多颗了，很费牙刷，你理解一下。我就不懂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给你买了好几百块钱电动牙刷你不用，你划了这一次性牙刷干啥呀？家里好几百个。我妈说我刷狗。但是常在江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，对不？我妈也正插屁股。我刚生完孩子那天在宾馆，发现我忘带牙具了，没法洗漱。我妈得意而傲娇的看了我一眼，从她包里翻出了一个一次性牙刷，上边还写着宾馆的名字绿百合。紧接着她又得意的翻出了一管小牙膏，然后就开始往那牙刷上挤，但就啥也挤不出来。我说我来吧妈，我妈说你产后虚弱，你挤不出来。然后我就看她使劲搁那挤呀挤呀，就不出来，最后脑袋出汗了，最后好不容易挤出来一点，还是黑的。我说妈，这牙膏咋这色呢？我妈说那酒店好呗，竹炭的。我听着我就感觉绿百合也不像是能提供竹炭牙膏档次的酒店呢，咋的不也得是个就紫竹园啥的吗？后来我看挤得太费劲了，我说别挤了，够了，就往嘴里一放，气味刺鼻熏天，口感极度黏腻。后来我一看才整明白，这个牙刷呢是绿百合酒店的牙刷，这个牙膏呢是我住的酒店的鞋油。我妈肯定是拿人家这9双拖鞋的时候，想给人家这一次性拖鞋做个 SPA。第二个特点，天可塌，命可毁，必找东西河南北。来北京陪我那些天，真是天天你带他游山，他找北；你带他玩水，他找北；带他享受摁个腿，他要先找哪是北。你问他峥嵘青春怎无悔，他说先找到北，找到北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就是他们对这个东南西北依赖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有一天我妈跟我唠嗑说，哎呀妈，看你一天可辛苦了，妈看你我上火牙都疼。我说你哪颗牙疼？我妈说我不去年拔了一颗牙吗？我说是啊。我妈说你就那颗牙东边那颗。最后一个特点呢，就是逼人吃饭。他主要不是光逼你吃饭，他把你当傻子。有一次我点外卖，一份外卖饺子15个，我吃了12个，还剩3个的时候，我去接了个电话，结果回来的时候盒里又变回剩10个饺子了。我说这个外卖这个粉色的盒好哎，长饺子。我妈说你刚才就吃了5个，你还得吃。我说妈，你刚才往里加这个饺子的色儿不一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而且我一下桌就给我加糖，那一碗又一碗，我再也不想喝汤了。在这种高压的喝汤节奏下，我觉得我也说了，奶水也就那么回事儿，主要是营养都从我脸上出来了。我每天早上脸上的油就可以用勺刮，足够油焖个尖椒啥的。就你们懂，一脸的油换一脸的哀愁，一脸的哀愁化为一鼻子的黑头，一鼻子黑头穿过你那200瓦的粉底液呀，搅黄了多少次小帅哥的回眸。我没办法了，结婚了只能远离红尘，你们要加油。毛孔大，几率小，转角的爱情不好找。所以呢，这个氨基酸泥我每周必来用一次。它用的是神奇的泥浆微粒来吸附油脂和黑头。为啥用这个泥浆呢？因为它是芋泥法。知识点啊，泥浆越细，清洁力就越强。这个泥浆细的像雾一样，能把皮肤里的脏东西都给薅出来。这里边有15种氨基酸，能快速渗透，给肌肤补水保湿，深层清洁，但是温和，没有刺痛感，不用担心上脸紧绷，就出现小时候被咱们的奶奶用劣质肥皂搓脸，就深层结大发了，给脸洗脆了，就嘴都不会张了那种感觉。用完之后，哎呀，感觉自己皮肤陷入了不了情，好像融化的冰激凌。很多孕妇、产妇啥的想做清洁，但是不放心成分，怕刺激。这个面膜温和无添加，没有致痘、致敏和孕妇不适用的成分，敏感肌也可以使用。这黑头刮的还挺解压。你们的母亲们是否也一边找着北，一边拿着牙刷呢？